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单挑局啊。这个房主呢开了一个黄金国的地图啊，而且呢他开的是3万开局，非常有钱，对吧？这个人呢他选了一个法国啊，我感觉这个人呢有一点面熟，好像之前也跟他玩过啊。这个人呢开个3万开局，选个法国，而且呢他要求你要选苏军啊，你不能选盟军，只能选苏军。他想怎么玩呢？我记得我好早之前跟他玩，他选个法国呀，老是喜欢开局把那个基地车搬到那个左下角去，对吧？搬到那个左下角去呢，等一下在那里摆满大炮，让你来冲他，他就非常非常的享受啊。他想玩一个这个套路啊，我记得我好早之前跟他玩过。那么我们又撞见了呢，我们看看这个对手战术有没有更新。你看又是这样，对吧？又是万年不变的打法，让我想起了某位故人，对吧？我记得某位故人也是，一辈子就这一个打法，对吧？你看他也是选个法国，开个3万开局，直接把基地搬到下面去。因为3万开局比较有钱啊，你如果打快攻的话，不一定打得死他啊，因为他一上来可以造很多很多的兵，你看到没有？他造很多很多的兵呢，你1-2个坦克你打不进去的啊。当时呢，我就先造了2个坦克，我想试下看能不能冲进去一波把他拿下啊。因为呢，他这个模式啊，3万开局，我是苏军，他是法国，拖到那个左下角去。你如果快攻打不死他的话，就只能打后期发展了，因为他在这个角落里易守难攻。但是他在这里面呢，他的经济没我好啊，我外面的矿要多一点。你看外面有很多矿，对吧？他窝的这个角落里，等一下我可以把外面的矿全部踩掉。然后我造了4个坦克，我本来想往里面冲，我看了一下，感觉冲进去就是送呀。你看他造了4个地堡，1坨大兵，还有飞行兵，等一下的巨炮就好了啊。所以说感觉4个坦克冲进去，感觉是打不死他的，冲进去就是送。所以说呢，想了一想还是不行。你看他大炮都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角落里就是易守难攻啊。所以说呢，只能没办法，只能出牛啊。出牛打后期发展，等一下我们把外面的矿全部踩完了以后再来冲他啊。这个没办法，你想快攻啊，我感觉我这个快攻没弄好，感觉这样直接出坦克好像是打不死他啊。然后我就跟他玩了2-3盘了。第一盘呢，我们打的是发展，后面呢我们再跟他玩快攻啊。先发展一下，只能先出牛，对吧？先出4-5个牛，把这个地图上的矿全部踩了。等一下拖到后期呢，他这里会摆满巨炮，怎么冲他呢？等一下我们可以造1万个 V3 火箭，1万个基洛夫啊！我记得以前我就是这样打他的，用 V3 火箭也可以，用基洛夫也可以啊。如果你用1万个坦克，能不能冲进去呢？如果用坦克的话就不好冲了，他会全部造坦克造巨炮，然后他飞行兵出来打我了，对吧？打我了以后，我们手里掐个防空炮，等一下我们把那个左上角的矿也给他踩的啊，先发展一下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摆满了巨炮，摆满了地堡，摆满了大兵，只能打后期。等一下我们再造个维修厂呢，多造一点基地车，多造点基地车呀，等一下造东西就比较快。等一下造个10个重工，这个基洛夫呢就1秒钟造1个。你这飞行兵还想偷袭？然后我们把牛车拖到下面采矿啊，等一下再拖个基地到左上角去。他在这个位置呢有3片矿啊，那个下面还1片矿，这个靠的我家附近还1片矿啊，那边矿也是他的，我吃不到，我的牛车去吃了会被那个巨炮整了。所以说他这个位置有3片矿，我呢就相当有4片矿，包括中间还有那个维修厂、飞机场那个彩色矿，相当有5片矿啊。他3片矿，我5片矿，所以说我是进攻方，他是防守方，其实呢也差不多啊。毕竟呢，进攻方呢要牺牲的大一点了。然后我们在中间呢摆一个矿场，再出个基地呢，准备去左上角发展了。然后我们快进一下，前面呢发展一下比较浪费时间，对吧？他看到我现在发展的差不多了，他就出了一点坦克，直接不要这么多坦克，拐进来把我油田换掉。要把我油田换掉，因为地图上的矿都采完了，对吧？采完了以后就靠油田，他死了几个坦克，强行把我油田换掉了。但是换掉了没事啊，我要不要油田无所谓。然后我把地图上的矿全部采完了，我现在呢也才1万多啊，好像我这个基地数多了，我这个基地数多了，我现在才1万多，现在不能再造其他东西了，准备了全部造基洛夫。
然后我们又快进了一下，造了30多个基洛夫就准备上了，对吧？然后我这个防空车里面装了一点辐射啊，你看我已经没钱了，我就造了这么多基洛夫，他造了很多防空，他看到我基洛夫多，他就不敢造巨炮。然后我们装了很多辐射兵过来，用辐射兵烫他的防空，让他的防空不敢下来，对吧？然后我的基洛夫拐进去就炸巨炮。他看到我基洛夫多，他不敢造巨炮，他就造了2个巨炮，你看到没有？造了2个巨炮，出了很多防空车、防空炮。我把它2个巨炮炸掉以后，我的坦克就可以拐进来。但是它里面还有幻影了，还有3、4个幻影，还有30多个防空车。我们这个坦克呢，先不用着急过去，我们再造几个辐射，但是没钱了，你看非常穷，他也非常穷啊，我连辐射都造不出来，我估计他连巨炮也造不出来了，他就造了2个巨炮，被我基洛夫炸掉了。然后我们就把东西该卖的卖掉一点，把基地重工卖掉一点，装几个辐射兵过来啊。这个坦克呢不要浪费啊，现在不要着急。虽然我基洛夫死完了，但是他巨炮没了呀，他想造巨炮他也没钱。然后我们装了4、5个防空，先把他的飞行兵打下来。他还是没巨炮啊！你看，我估计他在憋巨炮，但是他没钱了。然后我们放辐射兵一出来，一蹲，把他的幻影给他烫死，再把他防空烫死。然后他在山头上造了个巨炮，对吧？造了个巨炮，我们就不用管他，直接拐进来把基地车打掉。打掉基地车，这里还有一个幻影了。然后我们就不要上去，就在下面打他，把他电厂全部打掉。等一下他没有电了，巨炮就不响了。这个对手没基地了，他受不了了，只能用防空车打我的坦克。然后你的防空呢打不赢我的坦克，对吧？我们先往后面撤一下，先把他飞熊点掉，再点掉3星坦克。点掉3星坦克，这样的话呢，他就没坦克了，没基地了，重工也没了，就一个巨炮啊，4个坦克直接把他拿下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局啊。第2局呢，我们就准备打快攻了，不跟他玩发展了。玩发展呢比较磨叽。因为必须要把矿采完呢，造很多基洛夫才有机会啊，或者造很多 V3火箭，那个时间太长。我们刚才玩了一把，这一盘呢，我们准备玩快攻，先出一个6人了，先出个6人，把下面的那个飞机场占了。这打快攻怎么打呢？上一盘前面我也是想打快攻的，直接造坦克，但是我觉得直接造坦克，造2中3中，包个3、4中出坦克，感觉也打不死他，因为3万开局不杀钱，他可以直接造很多地堡，造很多大兵，先抵挡一下，等那个巨炮出来，他就能守得住了啊。所以说这一盘呢，我就打算，你要想快攻的话，必须要把他这个大兵给他解决啊，不然这个大兵太多了，你4、5个坦克你是整不死他的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想先出个重攻，以后呢，我不着急出第2个重攻。我造了重攻，先造防空，先造雷达，我先造辐射兵。我只要造辐射兵出来，把他那个大兵给他整掉，我坦克就有机会啊。然后我们出个雷达以后，在下面出个兵营，不然那个辐射兵啊，走上面拐下来时间太长了。造一个呢兵营在下面，直接走下面出辐射，然后辐射一出来，先进防空车啊。一定要先进防空车，走路过去你是蹲不到他的大兵的，多装几个，万一被他地堡整死了。装了3、4个以后呢，我们的坦克过来先开围墙啊，他造了围墙，我的防空进不去，先把围墙开了。你看它里面有20、30个大兵，还有4个地堡，对吧？我们直接用坦克吸收地堡的伤害，掩护防空车进去，放大兵，脱着裤子一蹲，把你的大兵先给你烫死。烫死了以后呢，他没有大兵，光地堡他就不一定守得住啊。然后我们再等一下，等有3、4个坦克再上啊。这2个坦克冲进去不好冲，等3个坦克以后呢，我们直接走这里拐进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在造巨炮，对吧？因为他空手不出来了，他在造巨炮。你看，我们就不要打基地啊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乱打，一定要先打电厂。打掉电厂以后，他巨炮出来，他没有电。巨炮出来没有电，然后我打你的基地，打基地打不爆，打不爆以后呢，我们就往后面撤，先把他门口的地堡解决掉，然后他出了很多飞行兵，我们再来一个防空，来一个防空打他飞行兵。这个时候他巨炮估计好了，但是他没有电了，他摆出来没有电，我们再拐上去继续打电厂，你追我防空，防空往后面走，把你电厂打掉，你巨炮出来没用的，你没电，你看到没有？打掉2个电厂以后呢，我们再拐下来打他的基地，然后防空车呢打飞行兵，防空车练了个3星，这样他就守不住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对手啊，我出辐射，他那个大兵守不住，他光地堡他就守不住我这个快攻啊。然后第3盘呢，我们又准备跟他换一个套路，不要跟他一样万年不变的打法，
跟那个某位故人一样，开局就知道哪种开部队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一定要换一下。他以为我又会出辐射打他啊，这一盘呢，我直接把基地悄悄摸摸的拖过来，拖到他家门口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准备跟他拼地堡啊。但是他那个位置要拉得快一点啊，我在这个右边呢拉过来要慢一点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要提前打开啊。我在这个地方就打开，你不要拖过去打开，拖过去打开你地堡拼不赢，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打开，然后呢，电厂兵营呢延伸过去啊。先把兵营放到这个地方，看看他在哪个位置啊，然后我们直接造2个兵营，不要着急出矿场啊，因为3万开局不差钱，2个兵营呢出大兵快一点。这一盘呢，他把基地搬到山头上去了，你看他把基地搬到山头上去了，我们就不要着急啊，我们直接大兵先成型了再冲啊，你不要一个一个冲，大兵先囤一下，囤的有30个再往上面冲，然后他把基地搬到上面，我们就可以把地堡甩在上面了。先甩2个地堡到上面跟他拼地堡，然后我们出个矿场出了这个地方，把牛车也拖过来，牛车不要采矿啊，3万开局不差钱，用牛车扛伤害，然后我们的动员兵加牛车直接过来，他守不住了啊。欲成兵王，必成肩颈之痛。还好08的背后一直有双坚定的双手支撑着，妙界肩颈按摩仪至尊版，我一直反复推荐，就是因为坚持用它变化真的很大，每天热敷加按摩个10分钟，现在肩膀不怎么犯疼，体态都好多了，往那一站，外套一穿，就是橱窗里的模特，能稳占好评，销量回购榜首。妙界的口碑一直很强，他的大师模式手法专业还有劲儿，按摩头上抓脖子肉，下推斜方肌富贵包，不愧是我按过最像人手的按摩仪，按摩的时候再搭配热酒炭，温温的促进血液循环，几圈下来就能把堆积的酸痛按走。不少朋友总不把肩颈酸痛当回事儿，等到颈椎劳损才后悔，没早听我的用上妙界，它肩上一扣，去哪儿都能放松肩颈，换个力度还能松松腿腰，这配置比同类产品高级多了，跟妙界都是老朋友了，劝少不了大家，到手还是全年底价，作为按摩类 top 1，它的售后质保都有保障，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送长辈520送对象都很不错，